大家好，我是金建。从这个视频开始啊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些 IT 咨询项目的实施的基础知识啊。这是一些声明。关于项目实施基础啊，我会分这么14个章节啊来讲。这个视频啊，我们从细节开始讲起。首先我介绍一下 IT 咨询项目。IT 咨询项目可以理解为用 IT 的技术方法为企业提供服务，来解决企业的业务需求。比如企业从采购原材料，到生产再到销售产品，需要一套系统去管理整个业务。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专业的公司为企业实施这样一套系统。那不只是有了软件就可以了，还需要定制、开发、测试、培训等工作，那企业呢才能真正的用起来系统。说到这样的 IT 咨询的项目啊，在中国也有很多年了，做的人呢也有很多。基本上在这个圈子里的人呢，做过1-2个项目的人呢，都可以讲出一些内容，比如蓝图设计啊、集成测试啊这类概念。但是呢，有点像盲人摸象，就很少呢能把整个项目实施的方法呢都能讲清楚。那我呢希望能从我自己的角度啊，以我自己的理解啊，来介绍一些整个咨询项目啊有哪些内容。那也有抱着交流和分享的目的。第二点呢是关于项目实施的方法。大家呢可能知道 PMI 是做那个项目管理认证的，他们的项目管理的方法更加 general 一点，适用于很多不同的行业。而我讲的内容呢是针对 IT 咨询的项目的方法。另外呢，当我们讲到方法，基本上呢每一个咨询公司都说呢有自己的方法论。也有很多人说呢，只要项目交付了，无所谓什么方法。那我觉得呢，就方法论呢，不是生搬硬套概念，更多呢是在于理解这种做事的方式啊。第三点呢，从细节做起。很多人呢，虽然说得出一些高大上的词，但是要真正把项目做好，是从每一项工作的细节体现出来的。那我刚进咨询公司的时候啊，第一个项目呢是一个外企的 rollout 项目。项目经理呢是一个马来西亚人。当时呢每个 team 呢都要做周报，每周四下午啊大家在一起开周会过这个周报。这个项目经理啊不只是看你汇报的内容，他还会盯着这个报告的格式，像某个字体有没有按照模板做，某个段落呢缩进是不是统一。他会很在意这些报告里的格式的细节。开始很多顾问觉得花很多时间看这种细节很无聊，这种字体差一点又不会影响交付大家看得懂内容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项目经理这么要求，那也就慢慢的照着做。这样做了很长时间以后啊，回过头来看呢，会发现做出来的东西啊会非常的漂亮和规范。那把不同的人的报表啊合并起来呢，也是很整齐的。然后再以后到另外一个国企的项目啊，这个项目呢对格式呢就不是很看重，要求呢不高，去看这个项目的周报呢，感觉就完全不一样。虽然说2个项目呢都是成功交付了，但是你看这些报告的细节啊，会觉得差别很大。这个时候呢，会发现呢项目做得好或者不好的这些区别啊，就从这些细节方面呢会感受得出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些例子。那我这里举了2个 status report 的例子。那比如第一个例子呢，我们呢通常会在周报里面呢报告这个星期做到哪里了。那这个时候呢会用一个甘特图来表示项目的进度。那有绿色、红色、绿色、黄色、红色来表示不同的工作的状态。绿色没有问题，黄色有一些问题，那红色呢是影响项目的大问题。那从这个图可以看出整个项目的 status 和某一个任务的 status 是不是有正常的去完成呢？然后呢，还有一些主要问题的状态，比如有没有超出 scope change 的 issue， 有没有 resource issue， technical issue。如果有问题呢，把这些信息啊放在周报里啊汇报出来。那这个呢是周报里边呢讲这个星期做了什么工作，下周啊准备做什么工作。
在这个星期做的工作里啊，你可以看到完成工作的百分比，还有已经完成的数量和总的数量。那这样呢，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完成工作的进展。相对的呢，下个星期你准备完成多少工作，这些呢都有很精确的数字啊来记录。这就呢避免有的人汇报工作的时候啊讲个大概，有的人说完成了1/3，但是同样是1/3，可能具体的数量上啊差了几个。这个呢是项目主要工作的状态，同样呢要写清楚具体的数量啊，计划完成多少啊，实际完成多少，差距有多少，原因是什么啊？这个呢是记录一些项目上关于解决方案的问题啊，要详细的记录问题的描述、影响、状态，还有 action item 以及负责人是谁，target day。这样呢会很清楚的看到问题跟踪的这个情况。最后呢是一个文档的记录，就是这个文档是谁写的，什么时候，然后谁审核的这些信息。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项目的周报，那这里呢就简单的介绍了一下，本周呢做了什么工作，收集了数据，汇总了报告的需求，但是呢你从这个报告里看不出具体的数字，你不知道究竟完成了多少的工作，那可能会在汇报的时候口头讲一讲，但是没有写下来，没有记录，始终呢会有人不明白状态，别人理解的进展跟实际发生的进展不一样，那这样一次两次呢，不断有差异积累啊，就会对整个项目啊产生影响，所以呢这也是体现这个细节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地方。好，总结一下，那说到细节啊，我觉得是对入门的顾问的基本要求。你可以不熟悉技术，你可以不熟悉业务流程，但是呢，要把细节做好，这样的态度对于入门的顾问来说呢，是最容易达到的。那把细节做好呢，并不是因为领导要求才去做，而是要养成一种习惯，会认为啊，做到这样细的程度呢是对的，这对任何工作呢都是有帮助的。好，这是第一章的内容啊，谢谢大家。